去年一加因为一系列产品地位问题被大家调侃低人一等，品味学不来啊。比如说 Ace 一代要颜值没颜值，要优化没优化啊，甚至呢还干不过自家小弟 Realme 的 GT Neo 3。而更低端的 Ace 竞速版则完全是 OPPO K10的套娃。可以说去年一年是一加最不讲究的一年。不过随着 OPPO 爸爸百亿补贴加持之后，今年一加的产品口碑销量都有很大提升，直接放弃高端的 Pro 系列，转而全面加强中杯旗舰以及2000到3000档位的机型产品力。虽然说宣传上主打一个性能手机啊，但是明眼人呢其实都知道，现在一加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红米。上半年 Ace 2在机身质感层面打的 K60系列呢是一脸懵逼，关键拍照放在2500档也很不错，搞得整个 K60系列是非常难受。发布没多久呢就被迫降价了。这不，最近一加 Ace 2 Pro 和 K60至尊版这两款产品从宣发到预热再到发布会讲解又是针锋相对啊，新一轮战火呢可以说是再次响起。上期视频我们详细聊了 K60 Ultra，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测一测一加 Ace 2 Pro。在 Ace 2 Pro 发布会上，一加表示 No doubt the design concept of the OnePlus Ace 2 Pro represents OnePlus' most cutting-edge thinking about aesthetic design。但拿到手就粗略一看啊，这设计不还是之前一加11 Ace 2上大家调侃的马桶盖造型吗？非对称圆形相机模组，我个人来说呢是不太喜欢的，但有一说一 ，Ace 2 Pro 整机的精致度确实做得很不错。曲面屏设计没有大塑料支架，加上视觉边框收窄，质感呢是明显好于 K60 Ultra 和 Neo 8 Pro。所以说满分10分，你会给一加 Ace 2 Pro 的整机设计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虽然是塑料中框吧，但这个塑料中框配合电镀工艺，确实很难让你一眼看出是塑料材质了，只有上手握持之后才感觉出来，哦，原来它是没有冰冰的感觉的。顶部呢还做了一个拼色设计，所以说相同材质不同的处理方式，最终效果差异呢还是挺明显的。相机模组设计乍一看呢确实和之前差不多，但细节变化还挺大的。加入了 CD 刻度纹理，镜头闪光灯部分呢也不单纯是镀膜装饰，都加上了金属保护圈。圆形相机 Deco 部分，我觉得比 Ace 2和一加11呢都处理得更好。当然，摄像头和中框衔接部分的亮银色呢是比较容易沾染指纹的。灰色玻璃后盖采用的是光面设计，效果呢类似于一加11上那种瓷器釉面的效果，摸起来呢略带有点粘质感，裸机握持呢不会手滑，也不怎么显指纹印记。配合弧形中框，手感不错，要比垂直中框的 K60 Ultra 呢更加舒服。侧边3段式静音按键呢也得到了保留。那么问题来了，这4台机子整体的外观颜值排个序的话，你会怎么排呢？需要好评的一点是，一加 Ace 2 Pro 标配的手机壳是磨砂 TPU 材质啊，虽然说成本呢也不高，但是手感美观度要比清水壳好太多了。随机附赠的充电头是 C 口设计的，支持多种快充协议，实际可用场景呢会更多，比如说可以给 iPhone、iPad Pro 充电，实用性不错。这2点建议友商呢都跟进一下。正面呢和 Ace 2差不多，依然是中置单摄挖孔屏。Ace 2 Pro 号称是用了新的 Q9+ 发光材料，亮度经过我们这边的实测呢，确实要比之前 Ace 2呢更高了。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可以达到1225尼特，但是高低亮度差依然是比较大，有164尼特。而且激发亮度设定上也很怂，2万勒克斯照度呢是545尼特，5万勒克斯照度只能激发到675尼特。这个激发亮度设定甚至呢都不如之前的 Ace 2啊，希望后面更新的能够开放些。屏幕的校色方面，默认设置下整体呢偏鲜艳啊，平均色频呢是4.5，标准模式下的色准呢不错，平均呢是1.3，好于 K60 Ultra 的3.3。屏幕的调光策略上嘛，依然是有点奇葩。70尼特以上呢是360赫兹低频 PWM 调光，70尼特以下呢是216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虽然说这个360赫兹低频在不同亮度下它的占空比呢变化不大，但是在低频切高频这一小段黑条呢还是会变粗一些。论频闪表现是不如高亮度类 DC、低亮度高频 PWM 调光的 K60 Ultra 了。总体来说呢，屏幕综合显示素质对比 Ace 2呢其实变化并不大，屏幕的显示通透度、PPI 精细度、色准表现的都不错，但是调光策略还是原来那套，实测亮度确实更高了，但是激发亮度呢很怂，不如 K60 Ultra 呢来的开放。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视角度这一块了，不同批次表现呢还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我们买到的这2台，小角度倾斜下，中间这台 Ace 2 Pro 表现最好。K60 Ultra 和右边这台呢会局部偏蓝绿，但是大角度倾斜之后，中间这台呢会略偏黄。K60 Ultra 呢依然是偏蓝，右边呢反而会比中间这台更好点。日常使用的话，我觉得中间这台 Ace 2 Pro 的可视角度最好啊，毕竟小角度倾斜使用场景呢会明显更多。雨水触控功能理想使用场景呢应该是刚洗完手或者说洗完澡，手上呢还有水啊，这个时候你刚好要回个信息、接个电话，那么实用性呢还是挺好的。
至于发布会上演示用的用水喷洒场景下使用，我觉得意义不大，毕竟这个手机啊本身呢并不支持 IP68，大家呢应该也不会持续在淋雨场景中去使用。既然是主打性能旗舰，那么 A12 Pro 的游戏表现、日常调度、流畅度自然是测试的重点了。首先是处理器日常调度，应用人启动时 CPU 中和大核呢都可以达到理论最高频率 2.8GHz 加 3.2GHz， 应用的呢也没有限频，用 Geekbenchmark 6测试，多核成绩呢可以达到5000左右。程序多开快速切换，信息流页面快速滑动，日常流畅度表现呢确实不错。之前一加旗舰普遍给人的感受就是高刷策略会相对开放啊，比如说一加11 A42默认到手就是高刷模式，没有智能刷新率这个选项。但这一次 A12 Pro 默认到手呢是智能刷新率模式，并且这个模式啊也是一个智障模式。30款常用 App 有12款锁了60赫兹，17款锁了90赫兹，120赫兹呢只有酷安1款。好家伙，给酷安单独放行，难道是怕网友去酷安上打分评论吗？手动120赫兹的情况下，其实高刷策略呢也不算很开放。比如说音乐类，只有酷我音乐放开了120赫兹，其他3款呢都是90赫兹。视频类 B 站开放了120赫兹，其余90赫兹，短视频呢60赫兹。地图类打车软件依然是全部锁60赫兹，并且系统中也没有刷新率自定义功能。这次 A12 Pro 也是首发搭载了天宫散热系统 ，BC 液冷板面积呢达到了9140平方毫米，是目前手机上最大的。不出意外的话，游戏表现应该是可以匹敌很多游戏手机了。这里呢，大伙也可以先猜一波 A12 Pro K60 Ultra 的游戏表现，谁会更强呢？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零售版一加 A12 Pro 目前系统下游戏实测表现呢是明显低于预期的。首先是《原神》市民地图20分钟跑图测试，平均帧率呢只有54.5帧。好家伙，都不用说和 K60 Pro 比了啊，就算是和2台天玑9200 Plus 进行相比，这个帧率稳定性啊也是明显要差许多啊。前面14分钟平均呢是56.8帧，帧率稳定性差一点，但至少没锁帧。但14分钟开始直接锁到了50帧上限。当然，这个帧率下功耗呢是挺低的，只有5.4瓦，但和预想中花费1个亿优化原神的性能旗舰加豪华散热是完全不一样。查看 CPU 调度，游戏过程中中核大核的频率上限锁定在了 1.65GHz 和 1.98GHz， 所以说在遇到一些需要高性能的画面里面 ，CPU 无法提频，就会导致帧率下降。20分钟游戏平均频率呢是 1.5GHz 加 1.69GHz。同为骁龙8 Gen 啊 ，K60 Pro 的频率调度啊就开放很多。前面14分钟中核大核呢可以根据复杂压力飙升到 2.8GHz 加 2.96GHz， 所以说 K60 Pro 的帧率很多时间是贴着60帧运行的。后面6分钟虽然说也有限频，但是没有 A12 Pro 那么明显。20分钟游戏平均频率呢是 1.92GHz 加 1.83GHz， 虽然说功耗更高，但是对于主打性能的游戏手机来说，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方向吧。2台天玑9200 Plus 机型，20分钟游戏中核大核平均频率方面 ，K60 Ultra 呢是 2.13GHz 加 1.96GHz，Neo8 Pro 呢是 2.15GHz 加 1.76GHz。因为少了一颗中核，帧率接近的情况下，处理器的运行频率呢也需要更高。再来看一下崩坏星穹铁道啊，这里大家可以猜一下，一加 A12 Pro 平均帧率能达到多少？实测下来，平均呢只有44.3帧，前面4分钟这段能够达到平均56帧左右，但是后面呢就是极限稳帧了。一路缓慢下滑，后半段基本是锁定在40帧。当然，整机功耗呢依然不算高，6瓦，机身发热呢也挺低，只有43度左右。在芯铁环节啊 ，A12 Pro 的 CPU 频率稍微开放了些，中核大核最高呢可以到 2.19GHz 加 2.23GHz， 但是呢并不坚挺，后面呢是全程上下大幅波动。20分钟平均频率呢是 1.77GHz 加 1.68GHz。K60 Pro 前面帧率挺稳，后半段开始也进入了心电图模式。平均55.8帧是几台机子里面调度最狂暴的，7.9瓦的整机性能释放也比 A12 Pro 呢强了许多。K60 Ultra 和 Neo8 Pro 平均频率分别是50.5帧和48.9帧啊，对比来看 A12 Pro 也就前面5分钟帧率比这2台呢更稳些。后面这段2台天玑9200 Plus 机型啊，虽然说帧率波动更大，但是帧率基本也都是在 A12 Pro 上面的。当然，之前一些媒体机测试里面 A12 Pro 的帧率比我们这个测试结果是要更强的。一开始呢，我们还以为是不是机子问题，结果2台机子反复测试了几次都是这个结果。只能说啊，零售机和媒体机的系统调度存在明显差异。在最近这2年的手机市场，有几个硬件呢是属于反向冲高端。20年的话，我记得很多2000档机型都在用超薄屏下指纹，但是2023年3000到4000价位，大多数都是用上了短焦啊，甚至部分6000加机型啊也用的是短焦，就挺离谱。A12 Pro 这点呢是做的很好的，超薄屏下指纹回归。对于6.7英寸屏幕机型来说啊，超薄屏下指纹解锁位置可要比短焦舒服多了。拇指呢不用大范围调整位置就可以轻松按到。
另外，如果说你想要用系统自带的这个长按指纹解锁一键扫码功能，那么同样超薄屏下操作起来明显比短焦更加顺手。建议所有2500元以上机型都能快速跟进这个。但这里有一点呢，还是要吐槽一下，那就是黑厂系的机子，不管是超薄还是短焦，目前依然是不支持息屏解锁的。每次呢都需要等指纹图标亮起来之后再去按压才能解锁，无法盲操作。目前华为、vivo、荣耀、小米光学屏下指纹机型都是支持息屏按压解锁的。A42 Pro 同价位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卖点啊，就是0916大尺寸 XO 线性马达。这点在我们上半年的1+11视频中也有详细聊过。简单一句话呢，就是这个马达震感就是目前所有安卓手机中表现最好的，震感力度大且集中，响应速度呢也很快。对比同价位0809小尺寸 XO 线性马达，可以说是直接秒杀。当然说到这里呢，估计弹幕里又会飘过几个字：马达有啥用？我到手就关。对于手机的马达，我还是原来的观点。好的震动马达呢，可以让整个系统交互变得更加鲜活无论是打字还是拍照按下快门，又或者说音量亮度调整、指纹解锁进入桌面的一下震动，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使用体验的。至于震感差的马达，确实呢是建议到手就关。150瓦快充规格，实测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8.92瓦时，差不多15分钟就可以充到96%的电量。对比 K60 Ultra 的120瓦，短时间回血速度呢明显会更快，完整充满耗时呢是17分钟。这2年来说，手机的快充数值呢是变得越来越大了，但相同数值实际快充体验也有较大差距，所以说又有了满血60瓦、残血67瓦、满血100瓦、残血120瓦这些称呼。黑厂系的快充数值给人的充电速度安全感呢还是挺高的。另外 A42 Pro 的实际续航表现也不错，在双卡5G 数据流量模式下，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42分，日常性能调度不错的前提下，续航呢依然会比 K60 Ultra 略强些。上半年A42 的相机表现给纳米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可以说是2500档位，截止到目前为止，主摄综合表现最稳的。A42 Pro 的相机呢，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规格 ，MX890 加光学防抖。主摄大多数场景下表现不错，比如说日常拍摄动态范围，在非极限场景下，其实要比 Neo 8 Pro 呢表现更好。不同场景下的白屏稳定性也要比另外2台呢表现更加稳一些。色彩方面也没有饱和度战士，比如说在拍摄一些室内灯箱时 ，K60 Ultra 呢容易把白色灯箱压成浅灰色 ，A42 Pro 呢就比较接近肉眼所见的白色。大部分的拍摄结论其实可以参考我们上期视频但为什么要说大部分呢？因为实拍下来 A42 Pro 的成像稳定性相对于 A42 来说是有些倒退的。比如说同一组场景 ，A42 呢可以正常把灯箱部分的细节给还原了，而 A42 Pro 的灯箱则拍成了橙色。再比如说这个场景 ，A42 的整个光影对比看起来更加舒服些，而 A42 Pro 呢则整个画面看起来太平，缺少立体感。看到这里估计有小伙伴要问了，这都升级了骁龙8镜ISP 和 AI 算力都更强了，咋拍照还倒退了些呢？虽然说2款机子主摄传感器相同，但毕竟换了新平台，这就好比食材调料还是原来的，但是灶台换了，火候不一样，想要味道一样或者说更好，精细化的调教呢是必不可少的。简单小结播虽然说 K60 Ultra 和 A42 Pro 2台机子呢是打得火热朝天乍一看给人感觉好像是它俩是主要竞品，但从产品定位上来说 ，A42 Pro 明显是要比 K60 Ultra 高一档的主要 PK 竞品呢其实是 K60 Pro， 但是 K60 Pro 在 K60 Ultra 上架之后等于是直接下架了所以说这一来一回呢，就是 A42 Pro 目前为止在同价位产品上是没啥竞争对手的。iQOO Neo 8 Pro 虽然说之前和 A42 Pro 价格差不多，但是在 K60 Ultra 和 A42 Pro 2款机子发布之后就立马宣布降价了。但即便是降价，其实对比 K60 至尊版也谈不上啥产品力逆袭，大有一种红米和一加干架结果呢把iQOO给送进医院了Neo 系列同价位存在感呢是越来越低。说回产品本上 ，A42 Pro 这个机子相对于 K60 Ultra 来说，质感层面确实明显更好。当然，这个马桶盖摄像头造型呢确实不好看希望一加后面重新设计一下，要不然这个颜值巅峰还是停留在7 Pro、8 Pro 那一代。同价位独一档的0916马达，还有超薄屏下指纹、150瓦充电，这3点对于日常用机体验提升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都是高频使用的部件，在产品堆料选择上确实属于是拳拳到肉日常性能调度、流畅度表现 OK，8加2多一颗中和也带来了更强的日常多任务处理性能。比较尴尬的反而是游戏部分，宣传上3G 不离性能旗舰，还有目前安卓手机上最大的 VC 1人版，而且还是骁龙8镜结果默认的高刷策略呢很怂，激发亮度设定呢也很怂，游戏调度、帧率、性能释放还不如天玑9200 Plus就挺离谱的，或者说有点莫名其妙。
感觉呢是发布的时候给大家秀了一身肌肉啊，告诉大家我很猛，我的战斗力很持久啊。但是到了实战场景，已经结束了，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我觉得这才是导致落差的核心原因。你要说是三星的8Gen 2手机这个性能释放，估计呢没啥人会觉得有问题。当然，散热堆料本身不假，游戏发热呢确实也不高，后续会不会重新开放温控阈值，提升整机的性能释放还不好说，得结合后续的更新来看。就目前的游戏表现，确实不如同价的8Gen 2的 K60 Pro， 也不如 K60 Ultra。那么问题来了，看完评测之后 ，K60 Ultra 和 A42 Pro 同存储容量价格相差400元的情况下，按照目前两者的产品配置体验差异，你会更愿意选择哪一台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看法。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一加 A42 Pro 的全面评测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当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科模。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